江爷爷又来炫耀他那双胞胎大胖孙女了。现在的双胞胎，爷爷都快抱不下了。此时正是上班点儿，但姐妹俩还没有睡醒。江爷爷正挨个给其抱去室内园区，让其上班。姐妹俩表示，这个班儿真的非上不可吗？下午姐妹俩下班，爷爷给姐妹俩接回房间。姐妹俩坐在房间，有模有样的吃起了竹子。瑞宝看到爷爷来了后，主动走到爷爷身边，和爷爷打招呼，凑近爷爷和爷爷贴贴。但爷爷正手拿手机，没法和瑞宝玩耍。瑞宝见状，一脚就踩进了饮水盆里，在妈妈喝水的地方泡起了脚。一会儿等爱宝睡着时，瑞宝心情更加亢奋了，根本睡不着。瑞宝爬到妈妈身上，踩在妈妈头上。此时的爱宝对瑞宝来说像是一座熊猫山。爷爷提醒瑞宝要注意安全，这样很容易在妈妈翻身的时候掉下去。瑞宝可能是给爱宝踩疼了，爱宝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，瑞宝赶紧从妈妈身上爬下来，开心的在妈妈和妹妹中间打了个滚儿，满是幸福的模样。第二天，江爷爷来给双胞胎喂奶。虽然现在姐妹俩是用盆喝奶，但为了奶粉比例的准确性，爷爷还是习惯用奶瓶进行冲泡，这样更加方便一些。而之所以再从奶瓶倒入奶盆里，这样不仅方便姐妹俩自己进食，还可以锻炼她们使用饮水盆。姐妹俩喝完奶后，爷爷给奶盆拿开，给姐妹俩擦着嘴巴。爷爷在给辉宝擦嘴时，眼睛一直深情地看着爷爷，这有爱的模样要给姨姨们萌化了。爷爷让姐妹俩自己玩耍，自己去给其放奶盆。爷爷走后，攀爬小能手辉宝上线，立马开始给姨姨们展示才艺。辉宝倒挂在栅栏上，来了一个熊猫倒立。而爱宝就这样一直在隔壁静静地吃着竹子，对于姐妹俩根本不想去操心。现在爱宝吃得饱睡得足，早已没有了生福宝石的那般劳累。等爷爷回来时，到了姐妹俩称体重的时间了。现在大号的塑料箱也装不下姐妹俩了，好在姐妹俩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，比较听话。爷爷给辉宝测量完，放回小木床，辉宝粘到床后便再次睡着了。辉宝的小滑梯玩得越来越丝滑，爱宝一转头的功夫，辉宝从小滑梯上滑下来，一溜烟跑到了小亭子旁，都给爱宝看懵了。而此时的宋爷爷正忙碌着为乐宝清理吃剩的竹子，以及打扫园区。虽然乐宝不在室外园区，但围观的姨姨们依旧很多。看样子两个爷爷也可以挂牌接替宝家进行营业了。今天早上，姨姨同样起了个大早，来到爱宝乐园看瑞宝和辉宝。此时爱宝正在陪双胞胎在小滑梯上玩耍着，爱宝给辉宝叼到了小树上，让辉宝练习爬树。辉宝表示不是自己自愿的，自己不爬。辉宝全身上下都是反骨，辉宝试图从树上下来，爱宝则想让辉宝在树上多玩耍一会儿。母女俩在僵持的过程中，辉宝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去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辉宝从小滑梯上摔下去后，爱宝转头又和瑞宝玩耍了起来。瑞宝用小脚不断蹬着妈妈，不甘让妈妈这样欺负。而从树上掉下去的辉宝自己又慢悠悠地爬了上去。辉宝爬上来后，趁着妈妈和姐姐不注意，直接顺着小滑梯去到了小亭子上。爱宝跟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，始终没有等来奶爸的开门，于是爱宝便坐在了小木床上吃起了竹子，而辉宝则自己在小亭子上玩耍着。母女三个分隔三地，互不打扰。等一会儿姨姨第二次排队回来时，爱宝已经回家休息了。宋爷爷来到了园区，宋爷爷来给爱宝放新的小零食。不过在爱宝来之前，爷爷先让瑞宝抱着胡萝卜啃了一会儿。而旁边的辉宝此时正在树上玩耍，对其似乎不太感兴趣。宋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啃胡萝卜时这可爱的样子。在树上玩耍够的辉宝从树上下来，瑞宝看到妹妹下来了，害怕妹妹抢自己的胡萝卜，瑞宝特意背过身去，不让妹妹发现，防止妹妹抢自己的。宋爷爷离开没一会儿，爱宝便走了进来。爱宝来到小木床旁后，一眼便看到了瑞宝手里的胡萝卜。爱宝给胡萝卜拿了过来，表示瑞宝现在还小，还吃不明白。就这样，爱宝坐在小木床上，大口大口地吃着胡萝卜。依依在排队的过程中，偷偷透过窗户看到宋爷爷正在接姐妹俩下班。宋爷爷先是跟双胞胎玩耍了一番，给双胞胎处理了2根竹子。宋爷爷把一会儿爱宝要吃的胡萝卜递给了瑞宝，硕大的胡萝卜让瑞宝受宠若惊。之后，宋爷爷又挑选了几根鲜嫩的竹子，递给辉宝，让辉宝玩耍一会儿。这一家5口可让爷爷们操碎心了。宋爷爷给辉宝将竹子都掰成了合适的大小，方便辉宝拿来啃咬磨牙。辉宝抱着竹子坐起身，辉宝表示经过爷爷手的竹子格外香甜。而瑞宝此时面对着眼前的大胡萝卜，表示自己根本无从下手。一会儿，在室内休息完的爱宝重新出来营业。从远处看，爱宝的气质和福宝简直不要太像，如果母女俩肤色一样的话，
通过背影根本无从分辨。爱宝出门后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，给小亭子上的辉宝吓得一蹦一蹦的。爱宝走上小亭子，辉宝自觉地走到一边，给辉宝整的都提心吊胆的了。而瑞宝则一直在埋头啃咬着胡萝卜，看上去很是享受。而这边的辉宝感觉到妈妈没有要揍自己的意思后，也放松下来，转身拿着竹子啃咬着，已然有了宝家公主的气质。宝家族的每个成员都隐约透露着一种财阀的气场，这是其他大熊猫所没有的。而此时的瑞宝抱着胡萝卜啃咬的都有点忘我了。爱宝给辉宝的竹子解决完后，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。等爱宝喝完水后，瑞宝手里的胡萝卜就会消失不见，被爱宝抢走。爱宝喝完水后，一步一步靠近瑞宝。爱宝从大老远就看到了金光闪闪的胡萝卜，爱宝走上前给瑞宝手里的胡萝卜拿了过来，然后开吃。而这时姨姨的观看时间刚好到了，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母女三个已经睡觉了。辉宝和爱宝在小亭子上，瑞宝则自己躺在滑梯上，画面安静且祥和。昨天宋爷爷给福宝制作了大号竹子棒棒糖后，今天瑞宝和辉宝也有了。不过瑞宝和辉宝这个是迷你版的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个大小刚刚好。宋爷爷考虑的很是细节。而除了瑞宝和辉宝，这里隔壁的乐宝也收到了。宋爷爷这次没有偏爱，而是全给其宠了一遍。乐宝这里在看到奶爸给自己的大号竹子棒棒糖后，便将其抱在了怀里，爱不释手的啃咬了起来。乐宝的大棒棒糖和福宝一样，都是外面一层竹子，里面包裹着一个大木球。乐宝啃了2口，发现自己啃不动，于是便将其放在自己的怀里蹭了起来。大熊猫对待自己好奇和喜爱的东西时，都喜欢将其放在自己的身上蹭来蹭去，像是要让这个东西沾上自己的气味，表示这个东西是自己先发现的，是独属于自己的，样子很是可爱。而此时的宋爷爷正在室外园区，和姨姨们一样拿着手机记录着乐宝这阳光活泼的模样。一会儿，宋爷爷看完乐宝后，来到了爱宝的园区，喊爱宝下班。宋爷爷轻拍小亭子，唤醒爱宝。爱宝睡意朦胧地转身看向奶爸。作为一只成年的大熊猫，还能和饲养员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，让饲养员这般近距离接触，可想而知，爱宝这是对饲养员们卸下自己所有的防备，100%的信任了自己的奶爸。爱宝回家后，宋爷爷重新返回园区，来到了小滑梯旁。此时瑞宝正趴在小滑梯上睡觉，瑞宝对爷爷也是100%的信任，任凭爷爷随意摆弄，瑞宝没有任何脾气。爷爷给瑞宝抱起，一边走一边跟姨姨们炫耀着自己这听话的大胖孙女。宋爷爷将瑞宝放在了小亭子上，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放在一起，让其排排睡，这可爱的模样，宋爷爷也忍不住拿出手机给双胞胎拍了张照片。拍完照片后，宋爷爷便要给姐妹俩带回房间了。宋爷爷给姐妹俩一起抱在怀里，将姐妹俩高高举起，跟姨姨们说再见。如果没看到园区里的双胞胎，真的会给正在啃咬竹子护栏的爱宝认成福宝。福宝的身形和爱宝现在太像了，而且这个角度看爱宝，爱宝的头顶也有小揪揪，甚至还有姨姨以为是福宝出来和双胞胎姐妹俩玩耍了。一会儿，爱宝带姐妹俩回家休息后，福宝接替妈妈和妹妹来到园区上班。福宝需要通过室内园区去到室外园区，所以每次福宝去室外园区的时间都不固定，全看福宝自己的心情。宋爷爷在通道门口不断哄着福宝，表示室外园区的姨姨们等福宝等的花都谢了，让福宝来室外园区晒晒太阳。而福宝完全不受爷爷的影响，福宝慢悠悠地来到饮水盆前，表示自己渴了，让爷爷和姨姨们再耐心等待一下，等自己喝点水就去。福宝喝完水又爬上了小滑梯，依旧是不慌不忙的。而宋爷爷就这样一直耐心地在通道门口站着，虽然此时通道门口与福宝只有数米的距离，但让福宝走出了几百米的距离感。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，便爬到了小吊床上晒太阳。福宝在拿竹子时，有一根竹子从小吊床上掉了下去，福宝探头去查看。福宝看着掉下去的竹子叹了声可惜，然后继续吃手里的竹子。福宝吃完手里的竹子后，又想起了刚才掉下去的那几根竹子，福宝心里仍是有些不舍，再次向掉下去的竹子看去，但福宝只是看看，显然不想从小树上下去捡，因为在小吊床上晒着太阳，吃着竹子实在太舒服了，让熊猫也忍不住产生了懒惰的心理。而此时的乐宝在散步的途中偶遇一颗青团，乐宝看着青团，心想谁这么没素质，随地产青团，不像我只会将青团产在自己的自动马桶里。但实际上这个硕大的园区只有乐宝自己生活，